哦，哎，把书本都看全了，就看出了一个近视眼了，眼睛也看坏了。所以我70多岁了，你看我翻开这个本子看，还不喜欢戴眼镜，虽然模糊的，照样看得清楚。读了一辈子书，比你们多，你们读个几本书算什么老几啊？我武侠小说看了10万多册，就讲武侠小说，还不要说别的。大认真看，翻了又看，看了又翻，眼睛怎么没有看坏？就是老和尚说，你们看书啊，把牛皮都看穿了，那个眼睛瞪在头低下来，然后不戴眼镜才怪了。我一辈子看书叫人家没有躺下来看过，我的看过多少次的书，你拿出来检查，干干净净，不要乱划的。我看书以前一定有帕子，手要洗干净，看书是端正看，从来没有这样看，躺到了看不干的。所以精装本我很讨厌的，因为拿到很吃力，不过拿到这样，也不会这样看，一辈子没有这样过，更不会书拿到厕所看，也不会躺下来看书，绝不干。要看书就坐起来端正这样看，要睡觉就书叠好，叠好怕把书搞坏了，还条子夹在里头。恭敬书是恭敬自己，不是带书本啊。所以有时候看书，我也给他看电影啊，也看电视啊。他们同学们笑我，老师一拿到电视我们那些老朋友有些电视，我叫北京啊、上海，赶快，听说那个电视好，给我买来啊！老朋友们就想办法给我买来啊，唐明皇也好，什么好，我就坐下来一看，7个钟头、8个钟头一起把它看完。我懒得牵挂了，看完了哈哈一笑，哦，这样还编得不错啊。看小说一样，我常常坐在那儿看小说，夜里一坐到天亮，然后天亮还在看，反正一部看完了拉倒。怎么眼睛没有看坏呢？我看电影啊好，看小说好，我要叫电影跑过来，我不要。那2个眼睛跑到电影里头去，你不是坏了吗？叫电影过来，叫书本摆在前面，叫书过来，把神回收看东西，不是把这个精神外在跑出去了。这个道理，也就是我17、8、9岁在杭州，那个时候啊，我也同你们一样练武功要学成飞檐走壁剑仙，练气功练到一把剑，我现在身上都有今天没有带来，3寸长，练成一把剑，百光一刀，千里之外，要你的头就是头，手就是手，拿回来，要做成飞剑。结果搞了半天也没有这个人。听说秦皇山上有个道士，广州秦皇山有个道士，你们现在去看那个庙子不晓得，这个道士满清的皇族出家的，会飞剑。谁告诉我？一个和尚告诉我，我的好朋友。我说怎么去拜师啊？他说我也在找我们俩一起去了这个秦皇山庙子找这个道士要见这个道士好困难一关一关的挡驾，不在，好几趟
有一趟总算受了我的感动，来了，见到了这位老道士一出来呀，我坐在开厅一看，肃然起敬，那敬啊，风范很好。道士穿的衣服干净而朴素，银鞋子布的，有银白袜子，风度肃然起敬。一起来，到底是真的满城皇族出家，还不是很有礼节。然后坐下请喝茶，然后就贵姓啊，府上哪里啊？不像你们现在搞了半天连个名字都搞不清楚。常常有些对老师非常公正，写信给我，南怀正那个正字不是写成年字旁，就是坏没有帮我写成南怀蛋，还不错了不然南怀正就变成南怀蛋了有个正字，你们很多同学写信来正字都写错了，里面是非常公正，名字都搞不清楚古代我们问贵姓啊，台府那两个字，现在问你们就知道了，就假国了。台湾的台，杜公府，杜甫的甫，台府就是你的大名然后我们一听不敢台府不敢借命什么小事什么有名还有好多府上哪里？府上我们答复是摄下。现代人我一问他府上哪里？我的府上福建。我都要了命了，我的妈妈一听就赶快转换了。你家里哪里？如果问你的儿子几位，令郎几位什么令郎你的小狗几条嘛？那么你是这个文化礼貌什么都没有所以我的这个儿子有一次从小教他们在台湾的时候，我的那个儿子读小学回来告诉我，爸爸你这那一套不行的了。为什么不行？我到同学家里去人家问我这个我摄下浙江，他那个爸爸就愣着，听不懂摄下，我就晓得他不对，我就说我的家里是浙江人，不过我也没有到过，这样一说就通了嘛，你那一套没有用的了。我说有道理，这个时代变了所以那个道士然后就问我，你先生那个时候我还不到20的，他也这样佛子那真是像一个神仙，画上神仙。他听说你先生好几次要想找我做什么，我就站起来要给他跪拜，他说不必，请马上再去，不要多礼，请坐。那么我也不勉强我说我听说你是一位剑仙我要是别人剑不要迷信，没有这回事，哪有这回事？神仙，我出家修道家就没有看到过神仙不要迷信。然后讲练剑，他是听说你学了武功很好我现在就是找不到名师所以特别找你。他就眼睛看看旁边侍在小道士，这个小道士就要说了，一声都不响，不像我们古鬼子大家不干叫了半天老师干什么那些小道士小和尚聪明的很，师傅一看，他马上去拿一把剑来，站在旁边。他说你要修剑，你会练剑？我说会一点江湖玩意可以。把剑拿来，
请你比几下我看看。我就拿个剑，只动不了几下。好，够了，谢谢。把剑再交给他套着，这个没有用。练武术练剑，他这没有学好。当年练剑是怎么练？站在那里，一把剑，插手，手要直，剑要拿好，就是这样劈剑，手腕在动。最后是什么呢？房杆，一个黑的房杆插一支香，点一支香，这个剑这样劈这个香头，劈下去，把剑劈成两半，香头上火光没有熄掉。初步可以说你懂得用剑了。我就听听，妈呀，我一身冷汗都听出来这意思。他第二步，你手里抓一把绿豆，马步蹬好这个剑，丢一颗绿豆，嘣，分成两半了。那成人过来一剑，就两边了，然后才可以开始练剑。我的妈妈，这个事情的，哎呀！现在这些没有用啦，没有用了。你武功再好，飞得起来，那个枪嘣一颗子弹，下来啦。这样告诉我，然后告诉我，我看你先生啊，前途无量，不要学这些小东西。武功啊什么对你没有多大，你的前途，哎呀，我想拜你做师傅。他说你另有名师啊，我不够做你老师啊，师傅。不过我吩咐你啊，两件事。你既然那么诚恳找我，我要贡献你点东西。第一，看世界上任何的东西啊，要轻松，不要严重。尤其眼睛要会看东西，他一般人都要看花、看风景，把那个神啊、眼神看到好的花都盯到花的上面去，错了。像杭州风景那么美，你出去看风景啊，叫风筝跑到你眼睛里头来，看花要把花的精神收到我的眼神里头来，看山水要把山水的精神收到我的眼神里头来，不要把自己的精神放到山水上，放到花上，它也没有用处，你也没有好处。这个话我一辈子记住。所以我现在眼睛也很好，可是这一步还不止眼睛，它就是一个道法，告诉你精神内敛啊。我每天肃然起敬，师父谢谢。第二点呢，我们的心脏只有拳头那么大，将来你出去会做很多的事。你先生，我看你前途很辛苦哦，责任很大。这个心只有这样大，什么事情不要装进来，痛苦也好，烦恼也好，得意不要向里头装。我们心脏拳头那么大，装不了多少东西的。什么东西痛苦啊、烦恼啊、得意啊，统统丢出去，都丢出去，都丢。什么不准装进来，统统丢掉，你就前途无量，后福无穷。真感谢。然后看看徒弟，徒弟就把茶拿过来，请喝茶，这老规矩。
端茶送客。徒弟把茶拿过来，他接过来叫请喝茶，我就赶快站起来告辞。这叫端茶送客了嘛？等现代人谈几句话，看看表，对不起啊，我还要开会，就赶快走了。啊，你要开会啊？我还只有再谈1分钟，只要给我1分钟，这就哎呀，笨子粘个大蛋子，就是笨蛋了嘛。人家已经开不了，已经讨厌死了，看2次了，你还正坐在那里拿起茶来喝。我还有一点意见要告诉你了，还有一个问题要请教了。我蹦到头顶了，所以他茶徒弟端过来，他请喝茶。哎，我晓得了，小说看多了，他老人家已经端茶送客了哈。等一下，如果再不走，叫徒弟开门送客，再见，走了哈，你怎么办？现在人没有规矩的啦，啊，乱七八糟到处了。你看，刚才跟你们讲眼症，我是当年亲自整理过来的，所以现在这个眼睛，幸而我非常感谢我这一对眼睛。看了几十年的书，看了几年的，经常没有坏。但是我具备到了中年有一段用功到某个，所以王满之王老这位